今日演武场上我都看见了，你喜欢谢家瑜。是，你无耻！在我知道他是你心上人之前，我对谢家瑜就已经一见倾心。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如今知道了，所以我如今什么都没有做。他依然在等着和你一起离开。是你自己不想走了。是又如何？今天这一剑，就赌谢家瑜。谢家瑜是一个人，他有自己的情感，自己的人生，他不该为任何人牺牲，被任何人左右。一直，这是你亲口告诉我的。是走是留，你自己定。谢家瑜是走是留，也由他自己来定。撤！我记得你从小就喜欢吃酸的，这个是当季新鲜的梅子做的酸梅糕，你尝尝。怎么样？儿子在军中就想念母亲这手艺呢。这往后你是怎么打算的呀？如今3州之地已定，我与北秦的和谈还在。谁问你和谈了？我问的是你的终身大事。我提出改制，动了世家的利益，太后未表立场，定会对和萧2世的联姻心存芥蒂。等待时机成熟，我就会了结这门婚事，还河元姬自由，也让大哥和她都可以。母亲的意思是，人生路远，2个人携手，总比1个人独行的好。为娘真的不希望你真的无意。那日你落马昏迷，佳玉来找我，说让我对你公平一些。他虽不知道事情的全貌，却也能看出你的难处。我看着，他是个好孩子，他对你也有心。谢家瑜本性纯善，但他已经有心上人了。那又如何？纵然是别人手中的纸鸢，你若喜欢，争取一下又如何？更何况现在这个县在你手里，论名分，你不输任何人。阿娘是让我去抢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争抢一下又如何？可我答应过云昭郡主，要给谢家瑜选择的自由。你见过云昭郡主了？我为了自己要走的路，已经拖萧家下水了。我不想再连累旁人。夫人，我钓了条大鱼，你儿子不行啊，半条都没钓到。哎，你爹呀，真的生性调皮。来，我跟你在满上。好，那我也。此次比试所赢的3州之一的越州，就是我夫君的战死之地。阿紫，你这些话我都听了3遍了。嘘，我高兴啊！若他在天有灵，知道越州重回大业，他一定很开心。阿紫，
那你不觉得他长得英俊吗？那当然，不然为什么我偏偏挑中他？当时他可是连聘礼都拿不出来。你家那位先生，英俊吗？对呀，英俊吗？明白了。哎，那你要这么想的话，小五爷好惨啊！打仗打得那么厉害，但他成了3次婚，没有一个人要他。哎，来了。说他这个人啊，他脾气不行。我们玩水去。其实人本性还是不错的，就是脾气太臭了。谢佳瑜，你刚刚说我什么？阿紫，那个我也去玩水。好，特别好，就没见过这么好的人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李乐君的新八字。不管从北秦还是南叶的历法星宿上来看，他和鹰王的八字都是大凶之兆。把这个换入玉蝶，希望能帮到他吧。好，谢谢。我只成过1次婚，我不需要你可怜。啊？我脾气就是很臭。啊？哦不，哎，让红炉寺重新梳理和谈调陈，除了3州之地，看看还有没有谈判空间。鹰王不过是想争一口气。鹰王一直想要精铁冶炼之术，甚至愿意以800匹宝驹相换。这条免谈。说吧。说什么？骂我的话呀？你不是已经听到消息了吗？的确憋了一肚子话，想要骂你的，但看你一脑门官司，算了。阿茂怎么说？无论如何，他都不会让李乐君和亲，无论付出多少代价。阿茂和乐君相依为命，他理应如此。但对于你萧无意来说，确保和谈顺利，给北府改制留出时间，才是最重要的。是。哪怕你知道乐君会遭遇什么。好吧，就这样。我原以为你会与我争执，骂我骗子、冷血、禽兽不如。萧无意，我在你心里是不是特别不讲理啊？难道你以前跟我很讲道理吗？你已经给乐君换了8字玉蝶了，能做的你都做了。今日始作俑者是鹰王，你只是承担选择之人，这怪不到你身上。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？没有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大概是因为第一次听人这么说，觉得新鲜。不过，我还是会阻止这件事情。若乐君是从小娇养的公主，受百姓衣食供奉，那她如今担起这天下的责任，我也无话可说。可她不是。齐州沦陷，阿茂和乐君一路逃亡，来到健康，陛下和太后可曾有一日管过他们？空有宗室身份，过得却还不如普通的百姓。为了维持家计，乐君从小就给别人抄书、做针线。他身子骨本来就弱，若不是我阿母会些医术，发现乐君患有旧疾，
他险些就活不下来。这不是好人该有的下场。你打算怎么阻止？你放心，我的法子与你的天下无关。做你的朋友，挺幸运。你忘了，你也是我的朋友。一张沉灭的回忆出现，我来救你了！触不可及，时间忽然一瞬停息，太孤寂，用10年换来的是像你这样的人，天生就该在战场上，让所有人都惧怕你。你可愿再一次练习？苍穹周边。将我撕裂，却毁不掉一颗思念。那是太远，重逢你的那天，我怕你会忘却。你若是信我的话，让我做你的眼睛。只怕你会走远，我离开你世界只剩永远。哪怕心跳终会理解。你忘了，你也是我朋友。快有点舍不得。隔绝永远，任天地都毁灭。我只想和一切都诀别，去再见你一面。某人说要给你造一把天下无双的宝剑，要削铁如泥，要刀剑合一，还要比鹰王的龙雀宝刀强100倍，让我教他精铁冶炼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拒绝呀。不早说。谢家宇呢？女郎白日出府后就没再回过文生园。坏了！也不至于我凶你2句你就哭吧？你差点暴露我军中机密，我还没同你算账呢。你动了我的仕女图？你堂堂北府将军，建安王世子，表面上一副不近女色，实际上你却偷偷藏仕女图，你丧心病狂。啊，关你何事？我是替你未来的心上人谴责你。若真有此人，让他自己来。
等等，人欲刀剑，长短行志，难道不需要参考执剑者的身形臂长吗？这般潦草，到底用心与否？你怎么要求这么多呀？妙手就是这么做生意的。你是收礼的，还这么挑剔？我这人便是如此，收礼要收到心坎上，不然你就别送。伸手。我这没有纸。一念心动，只只一眼，这瞬间，牵动冥冥之中的线，已相连，共赴岁月，唯美的安宁住在你身边，以灵魂相见。你的发带用处可真多。是，还能杀人呢。你若不想被鹰王拐去北京做苦工，跟演员练轻功的时候就别再偷懒。遇到危险，至少还能跑。天大地大，即便是你一个人，也哪儿都能去。北秦太后也在这次来的使团之中。她与鹰王的利益不同，从她入手解决和亲更容易些。但在和谈结束，鹰王离开健康之前，你给我离他远一点。听到没有？知道了，啰嗦死了，跟我阿母似的。我想见阿茂。好，我来跟他说。这崖山不是秦王殿下最想和女郎去的地方吗？怎么给划掉了？阿茂可能不会跟我一起去了。女郎，你别难过了，南星会永远陪着你的。但好像也不全是难过。你还记得我们游登河那次吗？我们把心愿写在小纸船上。我偷偷看了阿茂的心愿，他写的是希望乐君和夭夭心愿得偿。齐王殿下一直都是一个好人，将您和平宁县主放在心上，但他好像从来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我说逃婚，他便跟着我逃了，哪怕他当上了监国，我想走，他也愿意跟我走。但我好像从来不知道阿茂自己想要什么。女郎，那你自己想要什么呢？你先回去吧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是不是在你们的大局之下，所有事都可以被权衡，而被权衡过后，受伤害的、被牺牲的，永远只有我们。我、乐君、袁吉、阿紫，我阿母，我们所有人的婚姻，只有算计和利用，没有人在乎真心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还是会为了粮草同意娶合适之女，还是会为了逼长沙王求太后赐婚，还是会把乐君放在一切考量的最后？这就是你，萧无意。不只是你，阿茂也变了。他已经开始选妃了，他决定留下。
却没有告诉我。我明明知道，却还在这里，为了乐君的婚事与你争执不休。你一定在心里嘲笑我吧？你说的没错，再来一次，我依然会如此。但我永远不会嘲笑你。我对权衡厌烦透顶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不会让乐君和我一样。爱情。